未有爱相来，出自王安石《梅花》诗句，遥知不是雪。未有爱相来，或许正是梅花那种凌寒独自开的姿态，契合着华浅、周也是的成长经历。长篇言情小说《洗铅华》改编为网剧时，才以此为剧名。从开播的前5集剧情来看，华浅已经知错了，庆幸他的人生有再来一次的机会，娘亲和爹爹也没有惨死，他要拼力挽回那可怕的结局。仲西武作为仲家家主，已经怀疑华浅的身份了。长公主看到落水的华浅竟然可以游泳上岸，很是惊讶，她倒要看看这大娘子何时能变得成熟端庄。华浅担心起来，认为长公主已经盯上她了，之前的事情不会暴露了吧？慕瑶是慕云平之女，也是仲家主管，在城门前被查验身份时，仲夜兰为何要帮忙掩饰她的身份？华浅还预言，过不了多久，仲西武和仲夜兰都将成为慕瑶的仰慕者。为了促成这事，华浅在家宴上故意引荐慕瑶弹琴来展示才艺，还真吸引了仲西武。仲夜兰和华浅这夫妻关系很不正常，新郎官大婚当晚就故意夜不归宿。仲夜兰是仲西武的师兄，在仲宅被称呼为大爷，不过他与家主这关系却若即若离的。千芷虽然只是一名女使，但她在仲家应该没这么简单吧？仲西武疑惑，华浅当初为达目的，不惜去下药，如今成婚了，怎么就突然大度起来？南风今日汇报之事，先不要声张，如果另有隐情，这背后运作之人一定会再有动作。仲夜兰当面说，让慕瑶收起来他那些小心思，别以为家主在这儿，他就能做什么。如果让家主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，那他的下场就只有一个，将被驱逐出皇城。慕瑶感觉很委屈，眼里噙着泪问，他真的觉得他是那种随意攀咬之人吗？仲夜兰被转身道，跟他说过多少遍了，以后不想再听到这种话。仲西武笑着跟华浅说，看来自己和师兄刚才的探讨着实没有意思，才让他走神了。华浅失礼后回答，是自己愚昧，不懂家主和大爷所谈的经商之事，还请家主恕罪。仲西武有所暗示地说，以为师嫂作为华都管的女儿，也该对南方的铺子感兴趣才对。华浅不客气地回答，家主想错了。仲西武问，师嫂以为这是在仲宅，讲话就有了底气吗？华浅表示不懂家主的意思。仲西武一针见血地问，他究竟是不是华浅？华浅心想，后续意外颇多，以现在自己这身子骨，恐怕都扛不过祭祖大典。仲西武要未雨绸缪，早做安保布置，因为毕竟这葛家也是因为他们仲家而没落的，难免心里会有些报复之意，很可能会趁着祭祖大典前来作乱。祭祖大典上，看到仲西武焚香，站在仲夜兰身边的华浅小声说，剑呢？怎么还不出现？话音刚落，一支箭就射了过来，房顶上还站出来一大批刺客，要求把葛家香方交出来。华浅这话被丈夫听到了，仲夜兰挺奇怪的。护卫们大喊，保护家主！内侍高宇以身体挡在家主仲西武之前。华浅往远处房顶上一看，那人有些面熟，就心想，接下来的事态走向关乎他所有的布局，所以这个救命之恩他一定要抢回来。华浅一把将站在仲夜兰身边的慕瑶推开，心想傻不傻，救人又不需要非得站在前面挡箭，将人推离危险之地不就行了？人算不如天算，一支箭直接刺中了华浅的胸口。站在远处的仲西武看到这一幕，有些意外。仲夜兰问华浅，他在祭祖大典上舍命救了他，难道真的是为了功过相抵，然后方便的离开仲宅吗？躺在床上的华浅落泪了，自己费尽心思，难道得到的却是敌意和揣测？他跟千芷诉苦，无论怎么努力，都无法令他人改观。女使禀报华浅，华夫人和大公子一大早就来过的，只是被大爷给挡了下来。不知大爷说了些什么，华夫人和大公子都不敢上门了。大家知道，华家大公子是华浅的哥哥，名叫华申，是个好色之徒，家里的姨太太娶了10几个，却还不满足，初次见到慕瑶时就不停挑逗，能让华申这种贪财好色之人都望而却步，可见仲夜兰一定是说了什么狠话。华浅作为大娘子，有事要见大爷，却被挡在门外。慕瑶还告诉他，大爷说了，
不见华浅。华浅大声指出，妾身华氏今日前来，自请下堂。这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，不是一时冲动，还望大爷郑重考虑一下。高鱼儿与仲西武，华大娘子要和离。听闻这话，仲西武倍感意外。华浅回到娘家，父亲问女儿，他寻大爷自请和离，这不是胡闹吗？华浅反问，在父亲眼中，女儿的价值难道只有仲家大娘子这一点吗？华文昂问女儿，当初不是她要死要活的非要嫁过去吗？华浅回答，是的，当初自己还假装仲夜兰心上人的身份，下药设计让她娶了她。可是父亲难道不知道女儿做的这些都是错误的吗？怎么不阻拦？为何父亲向来都是明知是非却不言对错？毕竟父亲过去只想着如何当上督管，从来都没有想过这个家该如何。华文昂声称，自己如果不争这个督管之位，那华家上下哪能过得这么舒心？女儿有什么权利和态度来指责父亲？华浅指出，若父亲还是这样执迷不悟，贪恋富贵权势的话，那只会让这华家上下都不得善终。听到这大逆不道的指责，华文昂气得狠狠打了女儿一记耳光。站在旁边的华深看到妹妹挨打，无动于衷。其实华浅讲的没错，在华家，华文昂对有些事情是知晓的，但是他睁只眼闭只眼，任由其发展。比如对于儿子华生的荒淫行径，华文昂就姑息着，这迟早会成为一颗雷的。